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2高，仅次于。没想到当年跟我一起拜月老的人要结婚了。现在人又来到北门站，经过了几年，回到了这个大稻埕这里。前几天我来这边拜月老，结果找到另外一半。后来我带着宣子来拜月老，结果他还找到另外一半。没想到过了几年，他们现在结婚了。他们今天在这边外拍，然后晚点要去登记。那我现在来关心他一下，顺便看他们有没有还愿，然后顺便问月老是不是漏了一些啥。话说从台北车站走到北门站10分钟而已，其实走地下街蛮快的，还能看一下那些地下街的公仔。现在正中午，在外拍，疯掉了。走了7分钟还没到，哇，都快热疯了。他怎么在这个天气下外拍呢？终于看到他们了。Hello， 耶，睡啦！怎么？我说很羡慕哎，没想到他们比我晚认识对方，比我更快结婚。我身边的人怎么一直都在结婚啊？等待他们同时，我来旁边这个大稻埕公园锻炼一下好了。现在在等待他们拍摄，突然有个想法，他来拜月老庙，我想要找一个好的对象。殊不知，就算月老帮你安排了一个好的对象，那你没有好好经营，最后也不一定能修成正果。你看看我，像他们也不是一拜就走，也是拜了之后过了1年才找到对方，然后再经过了大概3年左右的感情，现在才准备结婚。所以就算你现在单身也没关系，久了之后就习惯了嘛。单身的时候就好好充实自己，等到未来你遇到喜欢的对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展现出的就是更好的自己嘛。然后另一个我在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？是因为为了找一个伴，还是因为为了符合这个社会的看法？比如说现在台湾离婚率这么高，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2高，仅次于中国。这不禁让我思考，到底需不需要结婚呢？除了方瑜今天好美哦！那你怎么没有说我帅？我有啊，你只说人模人样。哦，我说给镜头听啊。宣府今天穿的特别帅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又要回去拍摄了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结婚一定是必要的吧？除了法律上的一些必要性，好像也不一定要结婚嘛。毕竟现在这个社会、这个时代这么开放，比如说未婚生子啊，或是没有登记，好像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事实嘛。只是突然有感而发。好啦，假设你现在还是单身，可以来拜拜月老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对象，那至少你拜了之后，心情可能会比较好，也会对每天出门多了一些动力。因为你想说，出去有可能遇到好的对象，毕竟你不可能在家滑交友软体都不出门，真命天子或天女会到你家来拜访你，这个几率很低嘛。所以我们比较想那种偶像剧剧情。像我就是小时候偶像剧看太多，其实我身边也蛮多对因为交友软体认识，然后最后结婚的。好，去访问他们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他搭讪我啊，看不出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错，浓浓的中药味。送的时候，你看笑笑的。那我脚要那个吗？对，就是你要有点拉着他，然后很紧张的那种，但是你是很开心，耶，我们要去登记的哦。OK。是不是还太近了？好玩吗？气球飞走了，我根本就是来当捡球员的。下午4点在大稻埕这边拍照，那边多洗，然后那边还有2个丧尸。
应该傍晚来的，傍晚来看夕阳才对。这很特别啊，是一种丧尸的艺术。哇哇！你干嘛？好爽哦！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？是啊，这个拍到夕阳都出来了。现在发生了一点意外，来不及去拜月老庙了。他们原本预计拍2个小时，结果现在已经拍了3个小时，然后等一下要赶去事务所登记，所以就来不及去拜月老庙了。希望他们婚姻美好。是啊，等一下我要去当证婚人，见证他们结婚的这一刻啊，所以我也来不及去拜月老。好紧张哦！哦，赶去结婚啊！你是当事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去见证他们。还是我见证？哦，还爸妈在那边。有些人已经到了，所以我现在是 delay 了。好了，他们来板桥事务所抽号码牌，带户口名簿跟身份证件，登记结婚了，来沾沾喜气。不能反悔了，还没签完，还没有证人。怎么还没签完？签完了吧？签完了，不能反悔了。请问刚刚签下去的那一刻是什么感想？签下去的那一刻哦，我觉得我们没办法，还没有真实感。对，因为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就坐下开对，始我们签。太匆忙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跑过来签名。原本是匆匆的，对，原本有刃有，但现在有一点现在是慌乱。匆忙的。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啊，我做的，哇，这是我们。比较黄的版本。好可爱哦！你要先走，那还可以拍。你要送我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拿这个带去约会，哦，约得很顺利。一定会把任何人都吓跑吧？谢谢你哦。记得是2张，啊，结婚的时候要有1个证人，对吧？2个，各1个。我可以当你的证人。离婚的时候是不是不用？只要写单子，然后直接寄来，不用任何证人。我不知道不要证人，这是我上网看到，没有他在。只要这样讲离婚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敏感啊？所以你们刚刚进来是抽号码牌，然后带户口名簿跟号牌还是别人抽的。为什么？身份证、户口名簿跟什么？跟相片2寸，但现在可以先上传。哦，还要再带这个书约。但是他这边好像有公版。但是你们的是自己做的这样？对，我们自己做的。OK。哦，不能公开，要码掉。好兴奋啊！那又不是我结婚。好，去领新身份证了。那个小姐，你的大名、你的名字，另外要来哦。好，这样就好喽。啊！哇，好新哦！恭喜你们！换发是换发。哦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有你耶！哎呦，哎呦，怪怪的。怎样？现在有什么真实的感受了吗？现在很帅吧？有没有一种感到束缚的感觉？是还好。1日结婚登记结束了。可以。现在结束了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一对新婚夫妻，他们的结婚感想。请问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？交友软体啊，交友软体真的能找到另外一半吗？还是你们只是运气好？我觉得可以吧。你们在交友软体上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哦，看起来很憨厚，看起来蛮聪明的，聪明脸。你说从外表吗？对 ，Hello 姐姐。刚刚讲到交友软体真的能找到另一半吗？我可以啊。不是，那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觉得看起来蛮活泼可爱的。从照片啊，因为就是去有很多国家的照片，然后很多不同情境的，然后后来是聊天之后觉得蛮好聊的。那你们聊多久？1个月。1个月之后约出来见面。我们1天只回对方1次。哦，所以是留言式的对方式。
所以大概我们就是30天，所以大概就各聊了30句，30。没有，大概一个人留2-3句啦，反正就是每天都一人留1次言。那你不会觉得等不了那么久吗？不会，还是你们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当时候是觉得他还蛮真诚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就是像他刚刚说的，我们是留言式的回讯息，但是我其实回一回就有点懒得再回下去，因为女生就是会有很多个男生同时一起聊，然后就是可能觉得大家都聊差不多，然后就不想回他了。可是他那时候就是可能我好几天没回他，他就说什么？哈哈，我是被淘汰了吗？哈哈，我是被淘汰了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，我就回他。这一句有中。对，反正后来就约见面，就觉得聊不错，然后就换 IG 啦。我觉得换 IG 之后就比较好聊，因为换 IG 之后就可以看到对方的动态，就有话题可以聊，然后又有新的照片可以聊。换 IG 比较常聊天之后才约见面。你们大概见面几次后在一起啊？他很频繁的约我，他很频繁的见我。在1个月之后在一起。对，但是我们1个礼拜会见到2-3次，然后他每天都会打给我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给我。爆料出来了，因为那时候很闲，刚疫情解封那时候，后来约出去几次之后，就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蛮可爱的。其实大概见面1-2礼拜之后，觉得蛮有好感的。那你们是在一起3年左右结婚？现在4年，4年，刚4年。那你们彼此是在哪一刻决定？就是这个人，做了某件事或哪一个时刻？好像自然而然就觉得是对方吧。我啦，就是可以想象未来的生活有他。哦，好浪漫哦。对，这不是我频道的风格你可以留作自己的纪念。好啦，那祝福你们，谢谢。所以说，玩交友软体也是可以走到婚姻的，恭喜你们，拜拜。不公平。新婚愉快。